俄总统普京宣布将按照协议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观察指出，俄方此举意在进行核平衡。美方长期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近期英国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贫铀穿甲弹，受到俄方强烈批评。此外，去年9月北溪管道爆炸之后，欧洲国家一直拒绝俄方参与调查，而今日丹麦能源局却表示邀请俄罗斯参与北溪管道爆炸事件调查，这释放出什么信号？来看看报道。俄罗斯国防部26号表示，俄罗斯军人在顿涅茨克地区消灭155名以上的乌克兰士兵，摧毁3辆装甲车和1枚榴弹炮。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阿尔乔莫夫斯克金属加工厂车间。去年12月，乌总统泽连斯基参观了该车间，并为乌克兰士兵颁奖。乌方表示，俄军仍在向东部城市巴赫穆特施加压力，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克兰的控制之下。英国防部则称，俄罗斯对巴赫穆特的进攻基本停滞，但乌军也在防守战中损失惨重。外界注意到，25号，俄总统普京宣布，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要求，俄方同意将在白俄罗斯领土部署战术核武器。据悉，4月3号起，相关人员将接受训练，7月1号前将完成战术核武器的储存设施，但俄白双方都未透露具体部署日期等细节。这将是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首次在境外部署核武。Мы же ваши ближайшие союзники. Почему американцы своим союзникам делают,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азмещают, учат,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их экипажи, их летчиков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этот вид вооружения. Мы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что мы сделаем то же самое, не нарушая свои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хочу это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не нарушая сво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по не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ю ядерного. 一般而言，战术核武器的爆炸力较小，具体类型包括装载核弹头的重力炸弹，例如短程导弹、炮弹、地雷、深水炸弹和鱼雷等。例如，近期英国政府宣布向乌军提供的贫铀穿甲弹就是一种战术核武器。贫化铀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铀浓缩过程的副产品。普京曾警告，鉴于西方集体开始使用带有核成分的武器，俄罗斯将做出相应回应。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指责英国人已经迷失方向，并警告说这些弹药是加速升级的一步。据悉，俄方已经帮助白俄罗斯重新装备了10架能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战机，并将一定数量的可以携带战术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转移到白俄罗斯。普京强调，上述决定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核武器移交给白俄罗斯。美五角大楼和白宫快速回应此事称，不会因此调整美国核力量的部署，因为并未有任何情报信息表明俄罗斯有使用核武器的意图。普京总统宣称，在白俄罗斯要部署战术核弹，主要是由于美国西方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战略压力在逐渐增高，因为在对面已经有了战术核弹的共享。而且各种常规作战能力、核作战能力都在同步升级。这个状态下，俄白联盟必须要把自己的常规联盟升级为核联盟。所以，在美国和西方的逼迫之下，俄罗斯、白俄罗斯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来保卫自己的国土安全，也说明北约东扩面临更加危险的境地。实际上，美国在多个北约盟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包括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等国都储存有美国的核武器。根据美国今年公布的核武升级计划，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核弹总数约为180枚，涉及300亿美元的升级费用。白俄罗斯多年来抗议美国，宣称要将核武器部署在其邻国波兰境内。2022年，美波两国的核共享会谈更引发了白俄罗斯政府的强烈不安。今年2月，停放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一架俄军 A50U 预警机遭袭。卢卡申科称，这架飞机是他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帮助白俄罗斯防空并进行相关训练。整个战争期间，这架飞机从没飞到过乌克兰，甚至没有接近过白乌边境。白方情报显示，这一事件由乌克兰国家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策划实施。Мы готовы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защит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Но мы не хотим войны. 1996年，俄白共同体成立，并在次年签署了俄白联盟条约。2009年，俄白整合两国军事结构。俄罗斯联邦的军事理论规定，对俄白联盟国成员国的武装攻击以及所有其他涉及对俄白联盟国使用武力的行动，应被视为对俄白联盟国的侵略行为，授权莫斯科采取相应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9月发生爆炸后，欧洲国家一直拒绝俄方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遇袭事件的调查。但现在情况似乎发生微妙变化。在美国知名记者西摩赫什发布重磅报道，揭露美国政府就是这宗事件的幕后黑手之后，丹麦能源局近日表示，已邀请北溪俄方运营商参与打捞北溪2管道附近发现的可疑物体。丹麦能源局在新闻稿中说，这一物体为圆柱形，长度约为40厘米，直径约10厘米。这是爆炸事件发生半年以来，西方首次邀请俄罗斯加入调查相关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认为，丹麦政府的态度积极。北溪天然气管道2线公司24号宣布接受丹麦政府的邀请。此外，俄方已呼吁由联合国调查北溪爆炸。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消息称，联合国安理会定于27号就俄方这一提案进行表决。首先是纸里包不住火，赫什已经把所有的结论全部提出，细节也非常详细。美国策划了北溪爆炸案，这个状态下，如果在事实面前，其他国家进行掩饰是徒劳的。如果能够让俄罗斯加入到联合调查中，至少己方的责任会跟之前相比减轻一些。第二，这些国家不想与美国一起趟浑水。目前协助撒谎的所有欧洲国家也是美国的目标。那么这个状态下等于在被美国戏耍，而且这个状态下会引发安全危机、能源危机、双重危机。无锡舰是解放军第4艘055型万吨远洋导弹驱逐舰。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组织无锡舰在黄海某海域开展连续3天复杂电磁环境下综合防空反导、对海攻击、对潜作战等海上全科目训练考核。万吨大驱无锡舰通过全部考核，形成战斗力。停靠在青岛某军港的无锡舰突然接到敌情通报，迅速截拦起航，驶向黄海某海域。春日的黄海气候复杂多变，海面上浓雾四起，阵风已达8级，复杂的气象增大了各科目考核难度。战斗警报！刚到达预定海域，无锡舰雷达站位就发现海上目标，官兵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开火！无锡舰雷达锁定目标，主炮站位连续开火，成功摧毁海上目标。此时，无锡舰雷达又发现空中来袭目标，舰长又下达攻击命令，副炮站位迅速打击空中目标。同时，无锡舰连续发射多枚干扰弹，并快速机动规避。此次考核，我们坚持战斗力标准，以从难从严考核为重，构设实战场景，强化对抗考核，提升背靠背实战贴合度，有效检验了舰艇持续作战能力和官兵处置突发情况的快速反应能力。无锡舰自去年3月正式入列，仅隔1年便已通过全训考核，形成战斗力。说明第一，这个舰船啊，它的建造质量很好啊，中间整个试航啊，交给部队试用没有遇到什么波折啊，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第二就是说，之前的055舰已经形成了很规范的一些教程，这些武器的使用、操舰等等，这个流程已经很规范、很成熟了。那么新舰它就会很快的形成战斗力。055型驱逐舰是中国研制建造的第1型万吨级驱逐舰。055驱逐舰先后突破了大型舰体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装备有新型防空、反导、反舰、反潜武器，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公开资料显示，055万吨驱逐舰全舰长约180米，舰宽为20米，满载排水量大约在12000吨左右，因而被亲切地称为万吨大驱。与世界同级驱逐舰相比，055驱逐舰处于先进水平。近年来，中国已经有6艘055驱逐舰陆续入列。055是中国海军集所有当下中国最先进技术于一身的。第一就是探测能力强，就是它集合了一个叫做多波段的雷达体制可以远程的探测到目标无论是空中还是水面目标。其二就是它的载弹量大，然后垂直发射系统的单元数量多带的弹药多。第三点就是它的扮演的角色是多样化的、多功能，它可能可以防空、可以反潜，甚至可以反导。